不知道大家呀有沒有聽過一個網站叫做 Wayback Machine， 中文意思叫做互聯網時光機。如果你現在打開這個網站去搜尋1995年的網頁，你會驚訝地發現那裡呀幾乎是一片空白。那個被我們稱作資訊爆炸起點的年份，在數碼檔案館裡卻像是一座無人的荒島。為什麼呢？因為在那個時候呀，系統還沒有學會如何監視我們也還沒有學會如何記錄自己。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最後的數字純真時代。但是就是在這片荒原的邊緣呀，一場針對你我的圈地運動已經悄然開始了。這是一場持續了31年的數字追蹤，從一個微不足道的點擊變成了今天無孔不入的算法枷鎖。歡迎您收看今天的照見歷史，我是你們的老朋友。今天咱們來聊聊1995年那個最初的夢想是怎麼一步步演變成今天大數據殺手與隱私監控的。咱們先回到1995年，那是互聯網的失樂園时代。如果你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上網的，你感受到的是一種近乎奢侈的自由。那個时候啊，沒有算法推薦，你想看什麼都得靠自己在地址欄輸入網址。互聯網之父伯納斯·李當初的構想是建立一個全世界共享的去中心化的圖書館，每個人呢都是平等的读者，而不是被算計的客戶。但是這個圖書館不賺錢，當時的網站創辦者們空有流量，卻每天都在為下個月的服務器電費發愁。而就在1994年底 Hotwired 網站賣出了歷史上第一個小方塊廣告給 AT&T。 那句廣告語問你：你有過用鼠標點擊這裡的經歷嗎？你將會有。這話聽起來像是一種預言，更像是一種威脅。結果呀，點擊率卻高達了 44%。 可能大家對 44% 沒什麼概念，但是大家要知道，現在的網頁廣告的點擊率啊，如果能達到 0.1%， 廣告商都要開香檳慶祝了。但是在1995年，人們對這個小方塊是充滿了好奇，他們以為點開的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門，卻不知道這其實是隱私時代的第一聲喪鐘。資本從這 44% 裡看到了一種比黃金還貴的東西，那就是注意力。為了收割這份注意力，他們需要一個能鎖住用戶的電子腳鐐。那在這個節點呀，一個23歲的工程師發明了 Cookie， 中文呢也把它翻譯成曲奇。最初啊，它只是為了讓網站記住你的購物車，解決網頁沒記性的問題。但是廣告商很快就發現，只要把 Cookie 植入你的瀏覽器，他們就能像追蹤獵物一樣記錄你在網上的每一個腳印。那你看了什麼新聞，搜索了什麼關鍵詞，在哪個頁面停留了多久，這就是隱私崩塌的起點。從那一刻起啊，你就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了，你被系統拆解成了標籤。性別男，25歲，愛好數碼，高消費能力等等等等。接着呀，彈窗廣告叫 Pop-up Ads 就出現了。它的發明者伊森·祖克曼後來公開道歉，他說：我真的很抱歉，我們原本是想建立一個連接世界的好工具，結果卻親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監控工具。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為了那點免費的信息，交出了數據主權。那有了標籤呀，接下來的就是令人齒寒的大數據殺手了。很多人以为這是近幾年才有的事兒，其實呢，這場戰爭早在20年前呀就打響了。接下來呀，我們來看幾個案例。早在2000年，一名叫安德魯的消費者在亞馬遜發現了一個詭異的現象。他在沒登錄賬號時看到一張 DVD， 售價是24.49美元。但是當他登錄了自己多年的老賬號之後啊，價格竟然跳到了26.29美元。他清除掉瀏覽器 cookie 再看，價格呢就又回落了。亞馬遜當時解釋說，這只是隨機的價格測試。但是這件事揭露了一個血淋淋的真相：算法會利用你的忠誠來懲罰你。
他知道啊，你習慣了在這裡買東西，你的比價預期更低，所以他敢收你更高的錢。那在2012年呀，《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震驚了商界。旅遊巨頭 Orbitz 通過數據分析發現， Mac 用戶平均每天晚上在酒店上的花費比 PC 用戶多出了20到30美元。於是呢，算法開始自動識別用戶的設備。如果呢，你拿着最新型的 iPhone 或者 Mac 訪問，系統會優先為你推薦高價的房型，甚至暗中調高價格。這不是因為服務更好，僅僅是因為你的設備標記了你的消費階層。那更有趣也更驚悚的一個研究發現，某些打車軟件會讀取用戶的手機電量。當系統發現你的電量低於 10% 的時候顯示的價格往往會上漲。那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算法預測了你此刻正處於極度焦慮之中，你沒有時間去打開另一個 APP 來比價，你只想趕快回家充電。這已經不是商業競爭了，這是一種基於生理弱點的精準獵殺。那還有很多網友反映，開通了會員之後，外賣的配送費反而漲了，或者滿減的紅包變小了。這呀就是算法的彈性定價，它判斷你已經被鎖定在會員體系內，不會輕易流失，所以它會把給你的補貼全部撤走，轉而去誘惑那些還沒有辦會員的新用戶。那在算法眼裡老客戶就像是已經上鈎的魚，是不需要餵誘餌的。現在很多人懷疑手機在監聽，但其實算法已經進化到了預測的程度，它甚至不需要聽你說話。下面我們再說幾個例子。這個案例被認為是一個公認的數據分析里程碑。一名憤怒的父親衝進 Target 超市投訴，因為他們給他還在讀高中的女兒寄嬰兒床和尿布的優惠券。經理呢道了歉，但是幾天之後，這位父親卻主動打電話來道歉，因為他發現女兒真的懷孕了。這聽起來真是天方夜譚，算法是怎麼做到的呢？他分析了少女最近購買的25種關聯商品，比如無香精洗面奶、大包裝的維生素，甚至是洗手液的購買頻率。算法從這些細碎的行為當中推斷出她處於懷孕早期。這種預測能力讓隱私邊界徹底崩潰了。現在呢，有些大型企業開始利用算法監控員工的郵件和聊天記錄，不是為了看你有沒有偷懶，而是預測你的離職傾向。如果你的用詞變得消極，或者頻繁搜索外部訊息，算法會先於你的主管識別出你的不穩定性。這就讓我們想起了我上一期視頻裡講里耶秦簡裡的行政恐怖。2000年前秦朝用木简記錄小吏的一舉一動，而2000年之後呢，我們的一顰一笑都被轉化為了字節，儲存在了雲端。聊到這兒我想問問大家，你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活跟里耶秦簡裡的那些小吏真的有本質區別嗎？2000年前，他們在竹簡上刻着 KPI， 為了丟一支筆而瑟瑟發抖。2000年之後我們在熒幕前被標籤化，為了算法的一個差評或是一次價格歧視而焦慮不安。系統變得越來越精密，隱身的也越来越深。1995年，我們以為點開的是通往未來的窗口，而到現在2026年了，我們發現自己掉進了算法編織的牢籠裡。但是歷史總是有縫隙，當你意識到這一切都是被計算的時候，就是你重新獲得自由的開始。下一次看到那個精準推薦的廣告，試着不要去點它。下一次想買東西的時候試着換個瀏覽器，換個設備，重新搜一搜。要保持警惕，保持那份不被量化的真實。這裡是照見歷史3月特輯系統的縫隙，到這裡就正式結束了。希望這3期內容能夠讓你在這個被數據淹沒的世界裡照見一點點真實的自己。如果你也討厭被算法定義，想聽點不一樣的真相，別忘了訂閱關注。咱們下期再見。